哎呀，真是挺过瘾的。说实话，这2年我自动驾驶用的比较少，是怎么说呢？请了一个非常好的司机。对，一个是公司有司机，另外一个是我车开的确实不怎么样，所以我就会很谨慎这个事儿。这次是因为工作试了，然后很震惊，就是现在自动驾驶已经到这个水平。目的地是设完的，对吧？好。实际上我的逻辑就是你会用一只手搭上去，那只手就不管。对。然后它转大弯你就放手，不转大弯你就一直搭上去。是。它就这样的话，你手就轻松，反正有一只手搭着，对，哪只手轻松就可以了。对。否则的话，一直虚浮啊，它更累。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开的那个时候，我的2个脚都这样，我就是这样放着的。然后有时候我搭一下，因为我看着前方，就是理论上核心是要眼看前方。对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从安全角度。还有就是我试的时候，开始因为缺乏信任，就会把脚全程搭在那个刹车上，就是虚搭在刹车上，因为你怕。但是我们开了大概2-3公里以后，我就觉得基本上可以放在边上，然后自己认为出现一些可能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再说。对，稍微给他一点。我是把它这样抓着，反手。怎么个反手啊？这样啊？对，你就这边是7，对，好，你就不用管了，对，因为它这里就有压力了。明白，轻轻搭住就行。对，然后它如果只要掉头，因为掉头它的那个方向盘要360度打转，那个时候你就要放手，要不然你拽住它了。明白。这个时候就是最轻松的。我现在开了这个之后，几个的特别的感受。第一，我觉得专业司机开的没那么好。是。第二，我经常在安全合规的情况下，特别是什么堵车，因为堵车你前后左右全是车，你根本都非常安全，而且时速大概多少？一般就快的时候可能40-50公里，一般就是10公里。而且那个是人类开车最烦躁的时候。对，然后它全自动开，而且它以前那个自动驾驶啊，它老是被人切，它因为它隔得远嘛，现在它还在切别人，然后你就很爽，然后是可以想事情。自己开的时候就完全是因为手痒了才会开一会儿。你看，多数时候不是自己开。刚刚旁边有一个人，对，这个其实就属于极端情况。对，他稍微往右让了一丁点儿。对，感觉我自己感觉20公分，大概是蠕行了20公分。没错，他既考虑到了安全性，也没有慌慌张张的那种，就是对那种硬处理，就非常丝滑。最开始我们的自动驾驶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就基本上就刹住了，因为自动驾驶的规则型呢，它是看的是连续的照片，它不知道它是往哪个方向的运动轨迹，因为照片你那个人站在那里，他不就是站着嘛？对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会没有那个物理世界的预判？对，他没办法预判。是。你看这个，他因为是个视频流，他就知道他在那里一直都不动，他在整理他的那个那个衣服或者摩托车吧，反正是。如果他感知到往这儿动的动向，他其实就会明显减速，或者是做更严重的处理，对吧？实际上最容易的就是就是减速，稍微右行，如果他明显往这边跑，然后你就会急踩刹车。是。我开车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这是咱们刚才说过的吗？还是我有点记混了？就是走的时候啊，是早晨过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侧面的车道里那个车压线，有的时候发现压了微弱的一点，在这上也有非常清晰的能看到。我今天这些都特别准，现在生成。他身上看到的准。我早上碰到一个情况是，我的左前方的我自己开车过来，那个车的右前边的轮子，明显打了一个方向，然后我的车就在往右蠕行了一点点，他又打回去了，他又掰回来了啊，就是因为我是没有事情，我在左右看，正常开车你不会看到别人的轮胎怎么打方向的啊，因为你看的是整车，你不会看轮胎，但他就会看到，所以那些微弱的变化也都能察觉到，准确判断。对，因为他看的是，他是不懂车还是轮胎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看的是一个宏观的东西，他看的很多是微观的。哎，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全自动驾驶实现商业化？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次发布后的1到3年内。1到3年内，但这个也要政策
跟着配套才行。是的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对不对，正好请教一下，就是，你看特斯拉在美国不是搞那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吗？然后在中国只有百度做了这个事儿，百度还不是车企。有几家公司，百度、滴滴，但都不是车企吧？跟文远都不是车企。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应该车企牵头做这个事儿啊。因为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，绝大部分车企都是叫做集成研发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车有3万个零件，新能源是2万个零件。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全自研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集成合作伙伴研发的。而大部分车企，它可能研发，比如说电机，电芯，这都是因为在传统汽油车里面，引擎是最难的嘛。但是他们都不做软件。所以软件全是买合作伙伴的。而软件买合作伙伴的时候，像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，你从芯片到模型，从数据到神经网络体系，到动力，你要服一些。对，没关系，全部都需要去自己自研。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做呢？就是他们都通过合作伙伴做，和每个合作伙伴他们都想去试。所以他们有 A 点 B 点，最终你就会看到，基本上所有的车企都做不到这个点。我之所以有这个疑问呢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从国家政策方面，如果有一天要批准全自动驾驶上路，它前提是你要给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什么几十万公里、几百万公里、几千万公里的这种完全自动驾驶的安全数据嘛。但如果现在人类开车这个是辅助驾驶，偶尔用，那你给不了那么纯净的和足够量的全自动驾驶数据。是的，特别是在异常场景下。对，所以这就很难让政府做决策嘛。所以我就一直很纳闷这个，但是我看特斯拉已经在做这些尝试了，所以我是觉得啊，我科技上是比较乐观的，我认为，车企实现自动驾驶比人类安全10倍、20倍这种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可以再按一下那个按钮。刚才我们碰到一个现象是长期不碰方向盘，它就会提醒你必须要接管然后不断的报警，报到之后，这是安全性的考虑。对，你不接管的话，你再不发动，它就会慢慢靠边停了。明白这个还挺必要的。感觉开得太丝滑了，你们聊的也很投入，都已经忘记了。实际上我特别是刚才认同啊，实际上在全球做 L4的公司有2种路径。第一种路径像安卓一样，就包括 Waymo， 他说我授权一个能力给车企。第二种路径呢，就像以前的苹果一样，我全部自己做。那么这个第二种呢，就像包括了小鹏、特斯拉，都是在这个做，全部自己做。但是呢，全部自己做的汽车厂商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 L4？我们都是从 L2再跳升到 L4。因为我们知道 L4实际上是在局部场景做到高端的能力，但是它实际上不管全部场景，也不关注成本，而且你看现在所有的 L4公司有没有进小区的，有没有去小路的，有没有去胡同的，都没有，他们只在大路开，所以换个角度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开的这个车，你是个用户，你肯定要进小区啊，你肯定要进停车场啊，对不对？你肯定要去公司去上班呢，是。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的一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上次从全域的角度 L2， 现在我们的期望到 L4的逻辑。卢老师刚刚是不是有观察到，其实我们已经切线超车了？对，聊得太认真了。他自己判断这一点真的就比多数人判断的好。你看，像我们到那个路口那个。什么时候开始提前做准备？这个全靠司机自己判断嘛。对，而且然后导航软件也是经常其实给的指示是错的。我们现在的 VOA 跟所有的 L2的自动驾驶都有个不同，我们不看导航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昨天我问过，很有意思。对你说一下这个。就是对，我在这个里面发现一个很有趣的，我们以前做 L2，很容易导航正确。对，现在干这个事情是很难导航正确。因为它就像，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司机，比如说我觉得我在广州开车还不错的，但是你要我去另外一个国家开，我完全不行，是，地方又不熟，交通法规又不熟，好，
绝大部分人开车，实际上如果你去一个陌生地方，你都是陷入这个困境，所以这一个我们 VOA 它的逻辑是，它不看导航，它就像一个会开车的司机，在一个全新的地方，如果他都能开得很好，它意味着他足够的泛化啊。比如说你这里堵了路，那里改了路，这里临时封了路，它都没问题。很多为什么车开到，比如说开到一个高架下面，你判断是高架的上面是中间，因为有的高架是有几层高架的嘛，他就懵了。他马上懵了，因为是导航以为你在中间，实际上你在最底下。然后他就说要转弯，实际上你一转弯就撞。因为他没有路了。是。昨天你们一个同事还给我解释一点，也是我没想过的。他说不能全依赖导航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老在北上广深，所以动不动去一个很远甚至是没去过的地方。虽然你是个广州人，可能也会去很多没去过的地方，但是在小城镇的话，司机从来不用导航，因为路都认得。对。那你要如果把自动驾驶跟导航强绑定的话，基本在那儿就废了。对。这个是我们不坐车的人，也不在小城市生活的人很难想到的，所以他还是要解决没导航的情况下的正确性。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自动驾驶在今年不久的将来就超过 FSD 的最新版本？因为硅谷开车路宽，路的这个规则很清晰，而且大家开车特别守规矩。中国道路的场景的复杂性远高硅谷。对。咱们今天路程我听说也安排了一些偏刁难的场景，是吧？是的。有小路对吗？对。后半程会有小路。对。还有他判断我在不在这儿是用传感器判断有没有轻微的受力是吗？还是基于什么？最开始的上一代的汽车一般是你要拽它的这个左右，就是它的这个转角。现在是叫电容方向盘，只要你有握力就可以了。明白，他就感受到有轻微的握力就行了。对，就是你不用，所以我手搭上就可以了。手搭上呢，但是你太轻了，他也许他也认为你没握。明白，就是只要有握力就行。明白，这个还挺有意思。哎，我不知道是错觉吗？刚才拐弯的时候这个会有个撑，有个自动的气垫，腰部有个支撑。对。如果你自己开运动模式，在这里，刚才那个速度，假设你是70公里转弯，身体就会往外甩，它就自动给支撑一下。对，它会马上在0.3秒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支撑。瞬间还激动了一下。你看这个，它在这里切线，因为它如果不加速切，它超不过后面那个车。是。他一定要加速，人也是，人要不然就是很慢，等他们都过。没错所以他除了丝滑，还有高效率。不，其实他要做正确判断嘛，去平衡这个。有的时候你不加速也是危险的，就是已经到了中段的时候，你该加速也是要加速嘛。罗老师其实已经开了有10几分钟了，特别淡定，就基本没操心嘛。即使出现要那个叫做接管的时候，它也基本上都不是安全接管，它是因为它不懂得怎么开了，它就停在那了或者缓行，它才要。相当于某些极端情况，它还是跟人类司机求助吧，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它并不是说碰撞的结果。明白，明白。其实除了像罗老师这样的，就是比较少开车的老师傅啊、老司机，比如说像新手啊，或者说像我们的一些长辈、爸爸妈妈，他们其实也敢开。当时前段时间就带我们的一些妈妈食堂的一些爸妈们就开过，他们都还一上手，第一次开也是一上车很快就适应了。而且说实话，说到老人，你看我们去日本出差，那个日本司机动不动70、80岁，他人口老龄化严重，所以很多老人也出来工作，他们开车反应明显比正常人要慢得多。是的，其实是很大的安全隐患。然后我开始还不放心。但我在日本的朋友他就说这些老爷子开车也没什么大毛病，我就不信，我就搜了一眼，结果果然有日本那个交通那个相关部门做的统计，就是年纪超过70、80岁以后，因为反应慢，就是道路事故率是明显有增加的，只不过他社会老龄化太严重了，所以他宁可承担一部分风险，也不让他们就是不出来干活。所以有这些的话，将来这类问题都能解决。
甚至于一些什么有一些身有残疾的那些人，在自动驾驶完全普及以后也可以开，这个真是想想就挺激动。而且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能看到，就是禁止人类开车的政策出台。啊，你会这么乐观？对，我非常乐观。因为你只要整个汽车行业商业化的做到了比人类开车安全10倍、20倍、30倍，到某一个点一定是禁止人类开车的。到那个点之后，你要开车只能考一些特别严苛的特殊驾照，然后在指定的路段满足一些驾驶乐趣，就而不是就是上街随便开车这个事儿。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会发生。我可能就认为，到了我们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很有可能不用考驾照了。啊，是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等他们再长大了，再大一点，可能慢慢的开车就像今天骑马一样，是一个小众乐趣。对，是一个小众的运动乐趣。对，不是功能性的需求。我也觉得是这个。而且从这个领域里面，一定先从 Robotaxi， 后来到达了小区的自动驾驶，送货的自动驾驶，物流的自动驾驶，全部都会到达。到时候个人在买车，我都觉得可能会成为一些古怪的小众的嗜好癖好，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需求。但是这个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我估计要有几十年的时间，啊。哎呀，我反正这次昨天驾驶这个以后受冲击挺大的，因为自动驾驶一直在高速进步，它多数时候都比我强得多。不是多数时候，几乎所有时候，因为咱们现在还没碰到特别极端的情况。刚才在那个隧道里碰到一个人停在那儿，那已经算极端情况了。是的，结果也是处理的特别丝滑。后排也没有什么感知。对。你们坐后排，比如说闭目养神什么的，如果司机开的不好，你其实是马上就会有那种下意识的不安全感，对，强烈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跟罗老师都非常晕车的那种。刚刚听罗老师也是容易晕车。对，我如果看手机特别容易晕。我做到现在其实没有晕车，对。其实我之前买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坐那些网约车，不是现在都是新能源嘛，然后我每次下车都吐，真的。然后我后来自己买了车，可能一方面是自己开车吧，第二方面可能家人在开这个自动驾驶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晕过车，基本上没有晕过车。是。所以换个角度，我们这个自动驾驶要进一步做好，做到让爸爸妈妈都不晕车的自动驾驶。对，那新手司机都放心开得很好的自动驾驶。对。我以前呢，就是经历了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那个阶段。就一开始听说科技公司要解决无人驾驶，第一反应是兴奋，然后接二连三的就看到好像离实现这个目标遥遥无期。然后一段时期以后，再加上出一些事故以后，大家心就凉了。对，我是说非从业人员。是的。然后等到大家都认为这个事儿遥遥无期的时候，到某一个点突然就突破了。其实科技领域都是这个样子。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范式它做不好了。原来是什么？用软件规则写。这个路转不好。我就写一个规则。对。那这个路明天改了，那完了，这个规则又是错的。对。这种穷举不完嘛。举不完。所以中国像包括小鹏原来2000个人干自动驾驶，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不断的写规则，你就会发现，北上广深越写越好，小城市遥遥无期或者园区根本都不行。对对对。那换个角度，欧洲都是小路，很多欧洲的国家是小路，东南亚很多的国家，它那个路连那个白线黄线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双车道。你用眼睛觉得它是一条路，但是你用规则你看不出来它是一条路，完全不能用规则去实现自动驾驶，一定要用 AI。而且我甚至都很乐观的觉得，自动驾驶完全普及以后，公路限速也会随着这个技术发展不断调整。你像德国是靠，当然它那个民主也比较严谨了，然后搞这个高速路不限速也没有比别的国家事故率高，没有。那如果将来是全部都是自动驾驶，活人开车少的话，高速路今天这个世界的高速路的限速也可以往上大幅度提，绝对可以。对，而且后面的我们的车的车联网，就是不通过任何的基站，车的联网，可以达到毫秒级啊，5毫秒级。你是说那个现场判断那个速度，反应速度吗？现场判断的速度大概是几十毫秒啊。比人要快。对，刚才说5毫秒是5毫秒是指假设，我们后面的车的设计的逻辑就是说，
比如说我有2台小朋友的车，后面那个车说，你跟着前面那个车，前面的车怎么转弯、刹车、运动，它会在5毫秒内传递到后面去后面就可以跟随。明白。它5毫秒比几十毫秒又提高了10倍。这个是不是比人类速度快多了？人类的有数据吗？人类的车实际上，人类从看到到反应的时间，大概有的人是100多毫秒，一般的人都是200大几。然后可能猫会快一点，猫比人类反应速度快。猫，对。当人类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再用脚去踩刹车，或者用手去转方向盘，如果是非线控的，加上它的通讯之间，汽油车要接近1秒，500多毫秒到1秒之间。明白。新能源车，我们的车很快就只要100毫秒。明白。所以为什么说人类那个偏差还大？如果岁数大的话，可能1秒还不一定够。如果新手的话，对，新手是不是要翻倍？对，慌慌张张还会操作错误。这里就要聊到这个大师兄的一个智驾目标了，是新手也能开的智驾目标。当然。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不断的在电动汽车，在通讯协议，在底层的神经网络，都是期望这个时延，最后能够变成几十毫秒，最后你的系统处理几十毫秒，整车控制几十毫秒，加在一起100毫秒，那比一个人可能要500到900毫秒之间，加上控制体系，如果是汽油车要1点几秒，1点几秒。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突然动了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叫做开门刹，就是你旁边有个车停在那里，你就正常开过去，突然他有个人从里面出来，对，那个叫开门刹，那个绝对1秒多反应你就撞上去了，对，来不及了你只能就100-200毫秒。还有一种叫什么鬼探头什么那些，就是这个都是人类的反应速度跟不上，都是跟不上。对，鬼探头就是包括了那个你的左边的车，经常我们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技巧是，如果我们都停在一个马路的人行横道口，如果绿灯呢，他们都不开，你在最右边或者最左边，你去加速，一定要谨慎，因为他们不开，可能是你看不到的那个视角，有一个人正在过马路，你一急加速就可能撞上去，是非常大风险。是。其实刚刚我们也遇到过开门刹，刚开始上车可能10多分钟的时候，但是二位聊得太投入了，完全没有看到他其实有一点点减速，然后向左边绕了一丢丢过去，然后我们后面看他都自己处理好了，我们都没发现。对，然后两位聊得热火朝天，我就看了一下，我说减了点速，绕了一下下。就所以开门刹这种情况，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是只有可能半秒钟以内，你要反应。对，好，这个时候反应的有几种，第一种你猛刹，第二种你要能够丝滑的转过去，为什么？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我们一直都说，就是一定是 machine 在比人的时延还要短的情况下，它去反应。对，还有一个典型的救命场景，就是我们在那个封闭路中段，因为事故，然后导致被迫停车，你就得打双闪加后边放那个安全那个警示牌。但那个即使放了，人类的司机稍一走神就会接二连三撞，尤其高速路。对。但这个就是反应速度是纯救命的一个事儿，对吧？非常重要。在高速上的100毫秒，因为你开到120时速了嘛，对，那个100毫秒你可以开好远的距离。对，决定生死的。而且我另一个也比较乐观，是因为咱们国家从国策上就是大力扶持电动车，所以我估计这个当行业技术达到的时候，在全球范围内率先通过让那个自动驾驶上路这件事儿，应该也是领先的。你看刚刚从岔路口这里并入，其实正常开车应该是先往左后方看一下有没有车。对。刚刚罗老师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帮忙看了一下，实际上并不需要。我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信赖它的这么一个状态了，因为它的左边，有一个向前方的摄像头，还有一个向后方的摄像头，左侧面啊，对，后面还有摄像头。他们这些摄像头，实际上我们是在这一次的 VOA 才把它用高分辨率的视频流全融合。以前是，比如说1秒钟可能2帧到几帧的照片，而且是已经把分辨率下降了，所以它第一不是视频流，第二它是分辨率很低。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他们在这个侧面的时候时延很长？因为它
拿不到一个动态的视频流。而为什么拿不到呢？是原来的规则你处理不了。还有算力也不行吧？规则一个是规则，一个是算力。因为它太多的组合了。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说路上有各种小动物过来，你都应该杀，对不对？或者绕行。当然。但是这个小动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？对不对？第二，这个小动物站在这个里，它屁股对着你，走路，它趴着，它蹲着，它什么形态都有。它可能是三只猫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原来用规则写，它穷举不了。对。它只有用 AI， 它才知道这是几只猫，而不是一只猫。所以它还要判断物理世界的规律嘛？是的。就像那个以前那个《少数派报告》那个电影里说，为什么机器能预判？比如说人就能预判。他示范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塑料的滑轨上放了一个钢球，放上去以后它往这边滚，然后这个人提前把手放到那儿去接。他说你知道这个物理世界的运作规律，你知道它滚下来到这儿一定会掉下来。就这些，如果 AI 学的不是视频，就永远理解不了物理世界。对，但是物理世界也有很多，它首先是模仿，因为它学你个人。第二是强化，第三是进化。因为它学了太多种了。它会把它融合进化。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就像一个人，比如说人类每一个朝代可能都有更聪明的人，都有更好的科学家，他实际上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。是。他如果不踩在别人肩膀，他重新摸索，他也没那么强。所以进化能力是踩在大量人的肩膀上，融合向前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而且还有一个客观事实，就比如说人类的司机可能真正开车好、反应快，然后任何情况下都做接近最正确决策的，可能占到人类司机的1%、5%。大部分人能上路，但车开的也不怎么样。很多人大概1到2年会有一次剐蹭或者碰撞。所以他单纯是模仿，如果能达到之前1%、5%，也已经比人类厉害多了，就比人类整体。何况它还有进化能力呢。我们接下来这段路其实就有点乱，复杂一些。你看，其实也没有车道线了，对，也有吧，但是比较乱一点。有一些都褪色了，看不清了。对，实际上有很多的朋友说，哎，小鹏，你们这个 VA 为什么老是在各种小路、各种奇奇怪怪的场景都能开？都去说。实际上，我一直认为2个逻辑。第一个逻辑，小路的标准场景就是大路的复杂场景。小路的复杂场景是大路的极端场景。它实际上都有可能出现。明白。这是第二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哇哦，这里好窄。对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还有这个车门开不开的问题。它关车门的时候，我们往右倾了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路算好的啦。你去东南亚、去欧洲看看，那个路才是那个越南摩托车乱窜，什么泰国也是。对，我觉得在越南。你们都没见过，我第一次去越南，哇，前后左右几百辆摩托车在前面开，耍杂技一样。我真的是很慢的开，我都不敢开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出口的国家有越南吗？东南亚那些有。那得到那儿专门做测试吧，比中国路况复杂多了。我们今年底先进入欧洲啊，然后明年进入到全球所有的尽量所有的国家跟区域。对。明白。罗老师平时会遇到这么多的小电摩吗？看我们前面又是比较我们在上海、北京的话，确实这样乱开摩托的比较，就不是大部分地方不让上路嘛，主要是管的。好。广州摩托车有限制吗？其实是禁摩的，但是都是一些电动摩。我们看的这些都不叫摩这是电动的，他们现在叫电单车。明白。但是实际上就跟以前的摩托也没什么一样的啊。这就比较典型的那种，对，这里乱糟糟的路况了，对。所以有人有车有乱穿出来的那种电单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到了 L4，L2是10公里接管，就是各种情况，包括安全、效率，还有这个能力，比如说到了小区，L4的目标我们就是1000公里接管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要补充
再过一个版本，把小路、小区、停车场全补进来。今天还没有到停车场，我们还有地库什么的，对吧？地库都含。对，因为今天我们停车场都能开，而且开的也不错，但是没有在大陆开的这么好，数据量不够，而且在小的停车场里面，全部基本上都是没有标志的。因为你连例行它都没有，对，这个标志，所以在那个里面很容易会车。会车的时候你要3点掉头，或者多点让它，这个人是肯定会开的啊。但是今天的自动驾驶也要会，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年去做的。明白啊？那第二个的问题呢，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让车理解我。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小区，我们说前面有好多停车位，你去停，找一个没有警告牌的，因为有很多时候说这个车位被买了，禁止停车啊，被禁止停车了。你只要没有禁止停车，他就自己去识别跟找。这些能力都是要语音对车外的多模态的识别能力。这都是我们在那做的。还有就是它的原理是 AI 自己学习物理世界的规律。是的，所以它就没有上限，不像以前那种什么人工标注啊那些没法彻底穷举。它那个它把标志牌换了一个颜色，换了一种字体，你又不认得了，他又不认得。所以它的这个下限特别低。那个。像左边有个人刚刚穿了出来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需要博弈的一个很经典的广州非常复杂路口。对，泥巴车、电单车、人，这个是活人开都迷糊的地方。对，因为你一定会很难。对我还记得我刚学驾照的时候，一到这样地方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些人能不能别出来，就产生那种。然后你看无数的例行，这里跟着它蠕行，它没有一个合规的，对。大量电动车刚刚朝着我们过来。你看这个复杂度，全部都是人，然后距离从30、50、80、90厘米都是在这样的距离，没有一个不违章的。刚才，因为都是在例行，而且前后左右都有不同的角度例行。对，我刚才瞬间恍惚感受了一点那个类似泰国的场景，咱这一会儿就过去了，泰国可能全程都这样。泰国可以开1个小时这样，我就坐过这样啊，坐过这样的车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没在开啊，我在的郊区，怎么开车？第一，我的车只有一个倒后镜，就左边，右边不能放倒后镜。后来我才理解了，会被踹掉、撞掉。撞击剐蹭不算交通意外的啊。然后我是用手推开周边的人，然后 say excuse me，要不然他的人就站在你的车的隔了10厘米，所以一定会刮掉，一定会撞。你要用手拨开它，然后跟他说抱歉，然后你再继续往前开。因为他们的人跟你的车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。对。哦，你们这段路选得好，真挺挑战的。你看我全程只是手搭上去，没有干涉它，基本都是判断正确的。而且它也没有顿挫。以前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很多车就经常卡在不动了，就死机了嘛，感觉啊。他不敢开了。对。因为刚刚好几次，其实你们看到前面，我看到我们右后方其实贴着好几辆电动车，贴得特别的紧。对，我知道。我试过有一次是坐车坐在后排座，但是它是7人座嘛，因为搬东西把那个座椅往后靠，所以我全程都是朝后看，我才知道人类开车可以乱开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就你坐在后排座，人是朝后看的，你就发现你后边的那些车真是瞎开。你看刚刚我们的倒后镜离另外一个车倒后镜只隔了大概只有15公分，对，一拃吧，然后如果是我开车，我都有时候估计不出来，到底是隔了15还是隔了25还是或者隔了5厘米，我有时候故意会往左开一点，我怕嘛。是，我感觉像刚刚那种路况，如果是人手开，估计车内一片沉默。对，当然不敢说话了。还有那个以前什么武侠小说里说人什么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肯定是吹牛。但是现在借助现在这些传感器仪器什么这些，其实就是理论上一定是机器会比人强得多的嘛。其实是机器在耳观六路，眼听八方。关键人家还是同时的，我们人类要做眼观六路，还得这样拧吗？脑袋不能同时计算，都是分开计算的。你看刚刚那个车，它是违规就停在那了。对，它停在一个马路的中央的那条路。
然后它就会要绕开。你看它这变道变得挺大的，变道也是很湿滑。人就不一样，人会人的那个有那个顿挫感，绝对有顿挫感，对，因为它会刹一下。是的，是的啊，真的非常好。好，马上就到了我们的园区了。其实是因为我昨天下午跟你们产品负责人试过了，要不然我今天反应会很夸张，让人觉得是那种表演出来的。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弄得像表演似的很夸张，然后大家就把你们家我一起骂了。因为我昨天试过，我那些惊讶的都在昨天都已经经历过了，然后今天来心里特别踏实。否则像刚才那种乱七八糟路况，我一定会紧张。昨天我们产品经理说，罗老师手舞足蹈的说，对，很激动，很激动。我到了那儿的时候，我同事们等着我，我还没等车停就叽叽喳喳就跟他们使劲讲。我说你看这里就会这个很复杂的。对对对，在这不该停的地方，对他只能等他。对，咱们说实话，刚才这一小段到这儿为止全是违章，别人。对，但是都能处理。但是广州的开车还是很文明的啊。城村小路，我们刚才开的这个城乡结合部嘛。对，村里面是有点。广州的路况很多地方都是修罗场，所以特别适合来做我们第二代 VLA 一些复杂场景、非常规场景的测试。对。后边出海的话，再到东南亚那种乱七八糟的路况里，重点练一下，那就是人类的极限了，估计。这一部分可能要手动的开一下，我们进去。好，这儿吗？好。接过来，我们就从中间这边进去。这就是园区的道路了。园区道路我们是期望1个多月后。咱们停哪儿？我们左边，我们要停在紫色车前面。对，这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离车泊入。对，我们前面盛老师。这个吗？泊车。对。那我用哪个呢？有一键吗？左边，对，先停在这。对。好。好，刹住。你点一下。对，点哪一个它这儿会自动出现，然后你可以开始或者离车。对，离车也可以，开始也可以。开始了就是你坐在，人坐在等他进去，离车是我们就下车走了。先下车，把门一关，它就自己那个了。你可以看到它离得很远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一个异形的，对，它都可以识别。而且甚至你可以手动选，比如说你在一个草地，它是没有停车位的嘛，草地你可以选我停在草地的哪个位置，对，全部都可以。还有人类的司机要特别优秀的才能什么一把轮进去之类的，他这个就永远是。但是你这里下车你要这下车有点难，或者我们要不要往前开点？可以啊，我们再试一次离车。对，好的。哎，你不是你再点一下右边，看看它会不会停到那里啊？可以啊。对。我们还是要下车。但这是离车泊入逻辑就不对了。开出去一点。对，我们往前开一些。对。然后我们就随便停。随便听完了以后选那个离车泊入，这一次就可以随便选。对，不是要点一下，要先选停车位，找到车位，然后选离车泊入，好，然后再点一下，对，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下车了啊，好，现在下车之后它就会自动了，好，哎呀。很过瘾，不热。刚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，右边距离不太够，下车。对。然后我们就让车自己去停进去。对。你看，我们很从容轻松的就站在旁边等它自己停车。它这个有这个草薇，它有自动泊车，然后下，还有离车泊车。实际上后面的功能是你下车，你口头说，停在左边那个空位，它自己进去了啊。这是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做到的能力。明白。然后等你以后再走到这里来，它自己把车开出来，开到你适合的位置让你上车，这也是今年。还有工业设计也做得很科幻，就跟功能相得益彰了，挺好。这个车的回头率绝对是不错的。对小彩蛋，大师兄开车和第二代 VLA 开车来给一个点评。这个是大师兄的，小鹏的。我们有夯顶级人上人 NPC 和比较拉一点。大师兄开车驾驶，大师兄也就是 NPC 水平吧。谢谢，我觉得已经比我想象的好了。因为你中间开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顿挫感很明显。对，我都在后面拉住了。第二代 VLA 的驾驶水平。顶级和夯之间吧，我觉得一部分是被政策拖累的。就是如果我们自动驾驶政策再激进一点，估计也就很快就到这了，差不多吧。对，
草薇觉得公允吗？可以。你可能没坐过小鹏总开车啊，就确实比拉好一点点，比拉好一点点。但如果我们纯从技术的角度讲，你觉得？今天我全程我想想，城中村的时候稍微紧张了一下，所以我扶了一下，因为前后左右都违章。但是扶完了以后，其实没有施加那个力气上去，全程还是自动的。对，就这非常厉害。